大人若不认这事儿，我等也绝不敢纠缠。以我谢家家世，我无法娶她为妻，但她救我，害了清白，我也绝技不会坐视不理，我会纳她为妾，也当得上她的身份。当得上，当得上，能纳为大人的妾，是他3生修来的福分呐。妾。如今府中周转困难，你一个妾室自是无力留着。可是希儿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抛弃我们？自古妾室不就是买卖品吗？怎么你还生出感情来了？快走吧，天黑了，可就寻不得去处了。我是自愿救大人的，我不在乎清白。说大人怜惜，给我些许银钱便是足够。怜惜啊，你想清楚，青阳谢氏的当家，便是富贵人家的女子，也是梦寐以求的。我不愿。这20两银子够你们半载所需，你收了，可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。大人，可否我等商议一二？怜惜啊，以你母亲如今的状况，莫说20两，便是200两也治不了的。你难道想你母亲？莫非这女子当真与其他人不一样？属下认为，不过是欲擒故纵、信阳谢氏，每年投怀送抱的人又岂在少数？今日若非是你，我又怎会惹上这等麻烦事？属下该死。我愿意嫁给大人。还以为他多少有点不同，到头来也与那些投怀送抱的女子无异。我知道了，3日后我差人上门迎亲，你准备一下。是。谢大人怜惜。娘亲，为了能与母亲治病，哪怕再不如愿，我也终归是与谢恒成了婚，以妾的身份。听说新郎官是江宁城里的大户了，怎么娶妻这般小气啊？娶什么妻啊？纳妾。你说好好的姑娘家干什么不好，这般作践自己，给有钱人家做妾？可不是，和他那也是做妾被赶出来的娘亲一样，天生贱种。是啊，命里轻贱，便是这寻常一生也是这般艰难。姑娘到侧门了。侧门？大人上门迎娶正妻，便先纳了妾，恐邻里瞧见，取消了娶。我知道了。是了，这场嫁娶没有婚礼，没有宾客，就连穿着婚服的也只有我。你救过我，如今也嫁给了我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母亲病重，不知大人可否给奴家一些银钱？你要多少？每月5两银子，足够母亲每月要钱了。这20两银子够你们半载所需。原来是嫌当初的20两少了。若非祖母身体抱恙，总嚷嚷着抱上孙子，我今日绝技不会碰你。我答应你。我怎的记得你有一个妻子来着？怎的从未见过？那子愚钝，未曾见过世面，恐惹了笑话。哼，什么愚钝？乡下人就乡下人嘛。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不是他妻子，一个妾室而已。不过，确如谢恒所说，那妾室总归是出身乡野，上不得台面。上不得台面？那当初干嘛要娶啊？莫不是被逼的？虽非被逼，但也差不多。当初谢恒落了水，被他那妾室所救，不得已方才娶了人家。啊，谢恒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是乡野出身不成？林夕虽未读过书，却明事理，府中事务如今全赖他了。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喜欢他，哎，可惜了，若生了个好人家，未必不能做你的妻。所以真是乡野出身。是。哎，你那孩子莫非也是与那满身污泥的乡下人所生？他毕竟是我的夫人，你怎能不进去？怜惜。哎，我就随便说说嘛，你别介意啊，谁还没个暖床的势必不是？是了，对他而言，我不过是一个暖床的势必。你送进去吧。爱与痴痴，岁岁相思，无人在意你我故事，渐渐消失，雪地花开，明日为什么我开始介意他的想法了？时间多少，旧梦心思，爱曾偏离前尘世。为什么我开始介意他的想法了？是了。我原以为他不过是贪财的，却不想这几年他将府里打理得很好，除了为自己的母亲治病的钱，不曾支出过1分。我倒是小瞧了他。
白日里所言，不过是为了符合他们，你莫要放在心上。大人多虑了，我自知自己的身份，从不敢多想。5年了，他还是唤我大人。大人，请回吧，我该哄云儿睡觉了。这一刻，母爱谁的花？喂，听说你娘是个人洗衣服的村妇，何止？我爹说，当年你爹落水，是你娘脱了衣裳，用身子暖他才救活的。你们胡说！让我看看村妇的儿子读什么书。哟，千字文，你娘认得全这些字吗？你说你娘亲当初是怎么勾引你爹爹的？你们怎可如此欺辱人？果真是村妇，浑是泔水味儿。疼不疼？娘看看。谁让你看？谁让你来的？娘听说你被流堂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要是你？你看张夫人的娘，李公子的娘，他们都成教你，带婢女，你呢？你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只会给我丢人。云儿，娘给你丢人了。自从他们知道你出事，再没人同我玩。先生提问从不点我，我恨你，恨你是村妇，恨你为什么要嫁给我爹？云儿，不管别人觉得你出身如何，往后的路总归是要自己走的。我不要走你的路。三生我可心生为何都难免斑驳，而我是魂落魄，求而不得。云儿寒门之喜，燕儿知书达理，颇负天理。真心一刻，却难以捉摸。冷了夜色，雨一天萤火。真热喝吧，你胃不好。放那儿吧。大人，谢大人邀您明日赏梅，说是带他家千金同往。知道了。我本不欲前往，奈何族长为执拗。大人无需同我解释，我总归只是一个妾室，在这府中对我最重要的只有云儿。至于大人，我不敢小小。你便是谢恒家的那个妾室是吗？是，我是赵婉，未来也会是云儿的母亲。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怎么谢恒没告诉你？往后我可得称你一声妹妹。你便是云儿吧？听说你在学校被欺负了，往后你便告诉你的同学，你的母亲叫赵婉，便再不会有人敢说你半句。你什么意思？哟，谢恒还没同你说吧？待我入府，谢恒会把云儿过继给我。你要让云儿认他人做娘亲？谁同你说的？告诉我是与不是？我不是府下人，又在编排你的出身，我去说他们。邵婉被大夫诊断不能生育，因此没有人愿意娶她。你愿意？所以你要拿我们的孩子认她做母亲？你总归会是云儿的生女。我不答应。你答不答应由不得你，这事已经定了。我还没答应，如何应允？云儿已经应允了。云儿，是不是父亲逼你？你同母亲说。母亲，也许他们是对的。对什么？为了我自己，我该认他做母亲的。您不过是府中的妾室而已。母亲不该与爹爹置气，爹爹早该娶妻的，却因祖母病逝，守孝3年，耽搁了。母亲不过一个妾的身份，却做了这府中主母5年。母亲，你该知足了。这些话是府中先生教你说的，那昨日那些话呢？为了我自己，我该认她做母亲的。您不过是府中的妾室而已，是我自己说的。近日你都学了些什么？无妨，大胆些。学了女剑。女剑？背与母亲听听，我也想知道你与你的父亲读的到底是怎样的圣贤书，又是怎样的道理。夫子说，夫有再娶之意，夫无二世之闻。故曰，夫者天矣，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离矣。行为神奇，天则罚之；礼义有谦，夫则薄之。原来你们学的都是这些啊！母亲，你父亲知道你过来吗？爹爹不知道。母亲，随我去同父亲道个歉吧。你
从小便生于晋阳谢氏，虽非嫡子，却总归是长子，又得祖母喜欢。你和我不一样，我也做不了你的母亲了。母亲，天色已晚，你该回去了。母亲。在嫁给谢恒的第5个年头，也是我与他吵得最凶的时候，母亲过世了。黑谢，节哀顺变。女儿啊，你不必因为我委屈自己。母亲，您不要说这些。女儿心意已决，我会嫁给谢恒，也向他要了每月5两银钱，虽然会替我照顾好您的。若是将来真过不下去，就离开吧，不要像母亲一样。母亲。谢恒，你呢？同我回一趟村里面。晋阳谢氏必须维持自己的地位，玉儿必须过继给赵婉，我不能对她过于怜悯。我没空同你回村。谢恒，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觉得心好痛？不行！好，我知道了。不知大人可否借些银钱与我？你母亲的病，我平日里自会派人照应，你还需要银钱做甚？我必须打断他对娶妻这件事、对过继婴儿这件事的所有妄想。林夕，你只是我府中的妾，你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如今府中周转困难，一个妾室自是无力留着。快走吧，天黑了，可就寻不得去处了。女儿啊，你不要嫁给谢恒，没有人会怜惜一个妾室的。母亲，你是对的，我不该心存希冀的。林夕呢？夫人她去了。算了，她做什么不关心。夫人她家中亲人过世了。那我比谢帝有个限度。林夕她不在房间。夫人她昨日便回了乡下。回了乡下。夫人昨日晚间便回了乡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她母亲去世了。我没空同你回村。你母亲的病，我平日里自会派人照应，你还需要银钱做甚？林夕，你只是我府中的妾，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谢恒，我没空同你回村，你答不答应能不能？你只是我府中的妾。林夕，为什么拿在你最虚伪的时候，伤你至死？对不起，不知道你母亲。无妨的，毕竟于大人而言，又不是重要的人。林夕，对了，我要给母亲守孝3年，还请大人照顾好云儿。守孝3年，就像大人给祖母守孝3年一样。林夕，你当真不知道我为什么守孝3年吗？就这么想离开我吗？是。为什么就连我要娶赵婉的时候，你都不曾这般？大人是否娶赵婉与我无关，与你无关。你是我的妻子。大人说错了，是妾，不是妻子。既未3书6礼，也未明媒正娶，算不得妻。你在意？大人该明白的，天底下没有哪个女人会不在意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做妾。娘亲，爹爹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娘亲只是爹爹的一个妾，所谓相濡以沫，是妻子才有的待遇。娘亲，母亲如此，我亦是如此。林夕，那时母亲病危，我不得不嫁与大人。如今大人想要娶妻，母亲如今也已过世，我这个妾室何该之去的？给您的正妻挪个位置。
小公子，不好了！大人他！父亲怎么了？大人玉溪跌落山崖，腿断了。爹爹，既然老夫人已去，这孩子又非我所出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如今这般模样，晋阳谢氏继承人的身份定是担不得了。这是退婚书，你我退婚吧。我才刚断了腿，你便要退婚？小婉，你真不明白吗？你不能生育，你当他当初为什么要娶你？谢恒，你该清楚，我要嫁的是晋阳谢氏的继承人。至于那人是否是你，我并不在乎。你当初要娶我，为的也是联姻。你我之间从来就只有利益交换，没有谁对不起谁。林夕，你的腿。林夕，你可以跟我回去吗？我进病室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让婉与你退了婚？他怎么能这样？母亲，我如今这般样子，他也算给了体面。你是晋阳谢氏的继承人，他怎么敢？已经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不会再是了。谢叔叔，我已经担不得继承人的身份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母亲，我进病室，然而如今也需要人照顾我的腿药。今夜婚礼，心坠地，身影落寞到娘亲，娘亲，我错了，娘亲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不清，心事落落别离，岁月奔波回忆。与其在这儿说对不起，不如先把母亲的丧事办好，想想怎么好好的活下去。哎呦，谢恒啊，娶了个好人呐！可不是，双腿残疾，前途尽毁。我晋阳谢氏多年培养的心血毁于一旦。哎呦，本是谁都不想参加的葬礼，竟叫他的妾一个个的都请来了。原以为是人家配上谢恒，如今瞧着倒是谢恒高攀了。今日辛苦你了，老夫人待我宽厚，应当的。待此件事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你说你呀，不过断了腿，你便先纳一个妾为妻，你可知以你之才，便是不能行走，也是有大好前程的。听老师一句劝，早些和离的好，先纳妾再娶妻的名声总归不好。京城谢氏乃是老师的固执，有一女眷久有贤名，且未出嫁，老师让师母替你做媒，你可愿意呀？谢恒啊，你难道打算一辈子都在这个小小的泾阳城吗？谢老师，这才对嘛。好好过日子。是。大人的前途不要吗？还是说待我与你到了京城，大人再休了我？世人皆说自古读书人最是无情，大人也是这样吗？原来大人书里学的尽是些无情无义的。你听到老师的话了？听老师一句劝，早些和离的好。听到了。恭喜大人再遇良缘。你换我大人？我与你已无多少关系，不换大人换什么？我当初嫁与大人为妾，便是因母亲重病的缘故，大人有恩于我，今日我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报恩而已。从今以后，我与大人两不相欠。两不相欠？是。那这些年的夫妻情分，大人忘了吗？我是大人的妾，你也从未视我为妻，你我既无夫妻之意，如今又何来情分之说？我尚未和离，我与大人成婚时不曾有过三书六礼，和离时也自不必那一纸书信，分开了就是和离了。大人，天黑了，您该回去了。思念绵绵而语，绵延无绝期。我与大人成婚时不曾有过三书六礼，和离时也自不必那一纸书信，分开了就是和离了。既不曾写过和离书，便算不得真正的和离。大人是舍不得我，还是想要那一纸和离书换得清白之身，来日另娶佳人？不，
我舍不得你。母亲在世时曾说过关于父亲的故事。你父亲说他喜欢我，他舍不得我，就因为那一句话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哪怕是做妾，我也是要嫁给他的。可是便是舍不得，到头来也还是可以将母亲赶出去。我同母亲一样，这辈子不会再做妾了。若我说我要娶你为妻呢，便当是为了云儿做我的妻子，可好？我不需要。先生大可另娶他人，我也与大人断个干净，不是？林夕，盖说前世三生结缘，始配今生夫妇。既已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。快汇集诸亲，各迁本道。愿七娘子相离之后，重梳蝉鬓，眉扫蛾眉，巧整窈窕之姿，选聘高官之主，解冤释体，更莫相赠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这是和离书，还请先生收好。他何时学会写字？夫君是想说哪里会写什么和离书是吗？夫君见笑，云儿读书这些年，我同他一起读书习字，你未曾过问，自是不知。什么？你看，你想同我过一辈子，你却连我何时读的书、习的字都不曾知晓。祝先生前程似锦。我不与你分开。大人，放手吧。你我既在夫妻，更有云儿。于大人而言，我不过是个暖床的侍婢，一个妾而已。林夕，我走了。就这样吧。以后怎么样？跪下来求你吗？我可以。不必，你跪或不跪，与我都没有分别。还我如初，这一场我来寻你是否天意难容？让我将白驹之心一一错峰，熬尽身份，命运怎敢有始无终？这一程我来寻你，就算天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若是夫妻，已经不是了。我不同意。你从来都是这样，只按你自己的心意行事，何曾问过我要什么？你娶我是为救你的名声，你留我是为有人持家。如今你不放我，也不过是因为你后悔了。你后悔失去了一个习惯的存在，而不是后悔那样对待过我。不是，我是真的。真的什么？真的后悔？真的爱我？太晚了，我的心早就冷了。在你每一次否认我、轻视我，让我独自面对一切的时候，就已经冷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林夕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放手，就像我当初放手一样。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再见，大人。我怎么会把你弄丢了呢？爹爹，你该祝福娘亲呢。你说什么？娘亲从来没有在你这里得到什么。爹爹，对不起娘亲。你怎么办？父亲，我已经长大了。这些年我在府中一直不过庶子之身，没人把我当做这府中的少爷，所以同母亲一样，我学会了不靠别人。父亲，我决定去京城学习。族长说会资助我求学的费用，往后无法照顾父亲了。去吧。说你离开像一整个世纪，可又像几秒而已。是这不？林夕，娘子，怎么了？不是，遇见一位故人。我带孩儿去买糖花，你稍等片刻。好，父亲，那位叔叔是谁呀？是娘亲的旧识。乖，我们先去买小兔子。你过得很好。他待我很好。那孩子，我的女儿，很像你。星子去向他爹安静喜读书。他对你是真心。是，他从不嫌弃我的出身，教我做账礼铺。如今我也能独当一面了。我替你欢喜。多谢。云儿前日来信说意中举人。我知道，他常来看我，心中也总提起你。他怨我。他说你变了许多。迟了是吗？不迟，你如今明白便是好的。若当初没有若当初。娘子也尝一口。多谢夫君。叔叔吃。叔叔不饿。兄台若不嫌弃，前面茶冷坐坐吧。不必了，我该走了。
娘亲，叔叔哭了。风太大，迷了眼。可要再站片刻。回家吧。